心难了。爷爷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谁做剧害你？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兄梦到爷爷了。爷爷去世之后，楚家败落，欠了1000万的巨债，我也只能在古玩店打工度日，替爷爷报仇，成了不可能的事活。喂，老板，都几点了，还不来店里？我今天休息啊。别废话，今天不休了，命你半小时赶过来，有贵宾要见你。不是我，喂，哎，张八皮，去你大爷的！白若曦，当年南家、云家还有我楚家，在苏城古玩界3足鼎立。后来爷爷出事，我家破产，这2家借机蚕食掉了我楚家的产业。楚风，还不过来见过南小姐？哼，哟，这不是楚大少吗？好久不见。楚风，这次我就让你楚家再没有翻身的可能。南小姐和你说话，真以为自己还是大少爷？5年不见，昔日的楚大少怎么沦为了一个打工仔？怎么回事？怎么透视了？师傅辣眼睛！有了透视，我的鉴宝能力能更上一层楼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当年给我爷爷做局的人。南小姐和你说话呢。哎，这样吧，给你个机会，鉴定一下这幅画，我准备把它出售给你们古堡阁。这话不对劲，该不会是连幅画都不敢鉴定了吧？还真是给你爷爷长脸啊！激将法对我没用，找我鉴定也可以，必须给鉴定费。就这点出息，想要鉴定费简单，就是怕你鉴不准。不如我们打个赌吧。赌什么？你要是鉴定错了，以后就别在这个古玩圈混了。要是我鉴定对了呢？哼，那我就给你50万的鉴定费。50万，就想让我赌上一辈子前程，太少。要是我鉴定对了，这幅朝鲜图也归我。好，一言为定，鉴定吧。怎么样啊？画是老的，落款也没问题。哼，果然看走眼了。这么说，你觉得这画是对的？你高兴的太早了，我可没说这画是真的。这幅画是清代的风格，落款加的是明代画家宋旭的印章，这是仿品。你怎么？这画可是我南家做的仿品，爷爷说，除非顶级大师，普通鉴定师根本看不出来。我说的可对？行吧，算你鉴定对了。哼。如果我刚刚没有这透视，鉴定错了，那我这辈子全毁了。当年爷爷被人做局，肯
定和这南家脱不了干系。对了，楚风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家古堡阁马上就是我们南家的了。楚风还不见过南小姐，她以后就是你的老板了。咱们也算从小就认识，别说我不照顾你，我把你的工资涨到1万，你就负责这里的安保，怎么样？哼，南若曦，想要1万块来羞辱我，没门儿！记住了，风水轮流转，别狗眼看人低。楚风，你别不识好歹！我听说你们楚家已经被债主找上门了，你现在下跪给我道歉，刚才的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楚风，你要做什么？这话你不能带走。这是我打赌赢的，凭什么不能带走？这样吧，这话你留下，你可以继续留在这儿工作。用不着，老子不稀罕。楚风，你会后悔的。这透视能力，难道是这戒指带来的？这戒指居然还自带空间！有了这些能力，我一定能为爷爷报仇。我现在就出去试试。都是些黑心商人，全都是假货。看看上好的资料。老板，这块多少钱？这块石头还没开过，你要的话300块拿走。行。过去了。嘿嘿，这样的傻子多来几个就好了。先生您好。你们这儿可以缺原石吗？可以的。先生，您可能被忽悠了，这料子不行，里面恐怕没有翡翠，我不建议您再切了。谢谢提醒，不过我想赌一把。人家不死心，就让他切好了。年轻人不撞南墙不回头，光想着做暴富梦。这是谁啊？这位是……连我都不认识，还玩赌石呢。我就是鹏城赌石第3高手，人称魔眼玉姐。第3高手，很厉害吗？今天你就看走眼了？怎么，你还不服气？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，我就喜欢专制不服。虽说赌石运气成分大，但你这块边角料一点希望都没有，要不早就被别人挑走了。话别说太满，不然打脸会很难看。难看？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了。今天要是我说错了，我给你跪下叫师傅。哼，行，看来今天啊要白捡一个大徒弟了。哼，小子别太飘了，这赌石可不是人人都能玩的。让师傅在一侧开个窗，看一下原石的情况。这样的品相还开窗，浪费时间。看清楚了。起涨了，出绿了，还是冰种啊！怎么可能？师傅，再从这儿切一刀。哎，好嘞。是冰种飘花翡翠。这小子运气真好啊，这样的石头也能开出来，这得值几10万吧？这运气真是无敌了。啊，那个谁，
怎么不喊声师傅就走了？一句玩笑话，不必当真吧？要不这样，就算我今天欠你个人情，以后在鹏城有任何麻烦事找我，我替你解决。还有那块石头100万，我要了。那石头顶多值50万，看样子这人也是诚心服软。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姐姐朱红玉是鹏城珠宝玉石协会副会长，名片你收好，以后有任何麻烦事给姐姐打电话。现在卡里有150万，再想想办法，就能把家里的债还上了。你不能就这么走了，必须赔偿我5万块。这是这个月第3起了。哎呦，你看，就是那现在这碰瓷啊！这明显是上个月刚出厂的，顶多200。我这可是好不容易淘到的明泰瓷器，5万还是看你这个小女孩可怜，便宜了你。你这不就是讹人吗？这分明是赝品！小姑娘，你说话可要讲良心呀！放开我！小子，你谁呀你？楚风，古灵，居然是你！我们大学毕业后就没见面了吧？想英雄救美啊？那钱你帮他出来呀！我这可是明朝万历粉彩长镜瓶。老板，出来讹人也不做做功课。明朝万历时期哪来的什么粉彩？我记错了还不行吗？反正你们得赔钱，赔钱！赔也行，但在这一边只能这个数。什么？2000？不行，200。这种瓷器进货价也就100。小子，你敢耍我？那好吧，看来我只能报警了。不，算了，200就200。这懂货的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。藏吧。过去了。谢谢你啊，楚风。散吧，散吧。大小姐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刚刚遇到一个讹人的，不过楚风已经帮我解决了。谢谢楚先生。既然如此，小姐跟我们回去吧。哎呀，一会儿就回去嘛。我请我老同学喝杯咖啡，总可以吧？听您的，但是让保镖跟着您。不用。行啊，碰瓷！竟然有人敢欺负我们古家大小姐，给我藏了！楚风，刚刚谢谢你帮我解围。不用谢，即使不用我出手，你的人也能够轻松化解。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？之前在一家古玩店工作，不巧店倒闭了，我刚失业。哎，要不我帮你介绍一家古玩店？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自有安排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来地摊做什么？我本来要去买一件天球瓶，结果路过地摊，不小心碰碎了瓷器，就被讹上了，然后就遇到你了。下次当心点，古玩地摊什么样的人都有。知道了。要不你陪我一起去看天球瓶吧？我怕我一个人看走眼了。行。顾小姐，欢迎欢迎，好久没见您了。唐老板，不用这么客气，我要的东西呢？顾小姐，您先稍等啊，您先坐那儿喝会儿茶，东西在保险箱里，我这就给您取出来。顾小姐，您看看，这天球瓶通体满是蓝釉，色泽均匀细润，是典型的宫廷陈设瓷。老板，这件天球瓶多少钱？这天球瓶是我从国外高价买回来的，可是花费了不少功夫。既然你喜欢，我也不乱要价。你看，300万如何？楚风，你来看看。
这件天球瓶有问题。小伙子，你可别乱说，我这静雅斋开店20年，可从来没卖过假货。唐老板，您别生气，这位是我朋友，也是我请来帮我鉴定的。顾小姐，你要找鉴定师，也应该要找一个经验丰富的，像这种年轻小伙子能有什么眼力？既然顾小姐信不过唐某，那这笔生意不做也罢。不过这位年轻人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要不然我这静雅斋的名誉被你毁了。是啊，这小子不懂装懂，年轻人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力，故意找茬呢嘛。唐老板的人品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他开古玩店都20多年了，绝对诚信经营。做生意是啊，楚风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这件瓷器有问题吗？真有问题。这天球瓶是件残件。什么这不可能啊！绝对不可能！这件我仔细检查了好几遍，哪里残了你给我指出来。难道你不觉得这件天球瓶的瓶颈短了一些吗？这天球瓶瓶颈20厘米，不短了。这天球瓶的比例看上去略有失调，应该是口径处破损过，后来被切掉磨平，假装成一件完整的瓷器来卖。你可有凭证？你看，口沿处的釉跟瓷器的本身不一样。唐老板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可能？这口沿竟然真是吹釉后补的。顾小姐，抱歉啊，这次是我眼拙了。这天球瓶虽然不是假的，但它确实一件残件。这小伙子年纪轻轻，没想到眼力就这么好，是太厉害了！哎呀，厉害啊！今日多谢这位先生，要不然这件残件卖出，可会大大有损我静雅斋的声誉。先前是我眼拙，对先生多有冒犯。不必言谢，但愿唐老板不要记恨我才是。不敢不敢，要怪也是怪我自己打了眼，我是绝对不敢糊弄顾小姐的。唐老板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既然这是一件残品，那我就不要了。应该的，请二位稍等。我这里有2枚羊脂玉平安扣，是明代的做工，戴上去可保平安，也算是我的一点点歉意，请2位收下。多谢。谢谢唐老板了，以后有好瓷器我们再联系。好的。楚先生，稍等一下，我这里有封明天古玩交流会的邀请函，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，以您的眼力，一定可以淘到不少的好东西。华夏玉宝举行的交流会，那就多谢唐老板了。楚风，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你又帮了我大忙，我这块玉其实也应该给你。不用了，我这不是也有一个吗？啊，还是情侣款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楚风，我们加个联系方式，以后常联系吧。好。这块看着真润。是，这就是古玩交流会啊！是吧？看那件去。楚风，怎么到哪儿都能碰到你？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？你管得着吗你？手下败将。行，楚风，出去看看。你别得意，昨天是我小瞧你了，让你侥幸赢了一把。不过若是真比鉴宝，还差远了。看你这样子，很不服气啊！有本事咱们再赌一把。好，怎么赌？就比谁能在这交流会上捡到大漏。捡漏可以，但得限制本金。哼，就知道你没多少钱。这样吧，本金10万，你还是能拿出来的吧？那赌注呢？赌注，你要是输了，
就把昨天赔给你的朝仙图还我。要是我们输了，就把比试中买到的古玩赔给你，怎么样？行，那谁跟我比？小姐，让我来吧。嗯，我是南云阁鹏城分店的掌柜魏志成，小兄弟，讨教了。随便，不过得找个公证人，我怕你们输了耍赖不认账。切，这简单，我找一个大师来做裁判。楚老弟，没想到你也在这儿啊，月姐，真巧啊！你说待会儿要比试的年轻人，不会是楚老弟吧？是。楚老弟，这鉴宝可不比赌石，不仅比的是你的眼力，你的认知也要高于卖家。看来今日这对决你并不占优势。没事，不比试比试，怎么知道谁输谁赢啊？是，那行，既然这样，你们二位就各出10万，在这交流会上选一件古玩，我来做评估。这选宝时间嘛，就定1个小时。请。切，楚风，怎么还没开始比就打退堂鼓了？时间可就1个小时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废物，你等着吧。别浪费时间了，好东西一会儿都被别人抢走了。没事，我看上的，他不一定能看上。是。老板，这个木雕佛塔卖吗？当然卖了，这可是民国的紫檀木雕，文昌佛塔，价格8000块。老板，这佛塔的确有些年代，但没有保存好。你看这塔身有好几处都被重铸了，还有塔底还缺了一角。哎呀，年代久了，那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东西？你要是想要啊，给你优惠300块。7700块还是太贵了，我最多出6000，怎么样？那行吧，就当交个朋友，拿去吧。切，楚风，你就选了这么个玩意儿，看来你知道自己必输，不舍得投入。10万块钱的预算，你只花了6000块。6000怎么了？赢你，绰绰有余。楚风，你等着输吧。这佛塔做工看着挺一般的，目前估价应该也不超过1万，难道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不错，这佛塔另有乾坤，拿给我看看。可以。这佛塔重量不对啊，难道里面藏了东西？难道里面藏了东西？就算是藏东西，也不可能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也不会给这个佛塔提高什么价值。这个佛塔本身就不值钱，里面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，最多是一些五谷、铜钱什么的。可能人家以为里面放着金条呢。快打开看看吧。别着急，等魏掌柜选好了再揭露。这佛塔里面必定大有乾坤，而且质量也很大，要不然不会这么重。这佛塔呀，藏是藏了，只不过呀，你们也别抱太大希望。我研究过，这里面呀，五谷、碎土，还有一块石头，价值嘛，一般般了。看这小伙子，就是。哼，这次输定。
楚先生，现在认输还不迟。话别说太满，谁输谁赢，还未可知。好，既然不认输，那就让红玉小姐估个价。这玉壶春瓶不错，你多少钱买的8万。算是个小漏，这是清朝的东西，可惜是个海捞瓷。像这种瓷瓶啊，一般都会2次回窑烧制，如果是全品的话，最少也得60万。但是回窑了，这瓷瓶现在也就20万。8万买到20万的东西，不愧是魏大师啊！恭喜啊，这可比那佛塔好多了。多谢冯玉小姐估价，楚先生还不认输吗？哼，这些东西也不值钱啊。这比试很明显是输了，这么重，原来是水晶石，不值钱啊。就是，要是值钱，魏老头早就自己拿走了。就这就是你的底牌，输了就要认，快把朝鲜图还我。楚老弟，不要紧，输这一次没什么。你看什么意思啊？玉姐，你看看这件经文。木塔都不值钱，经文有什么好看的？不，这不是普通经文，这是虚云大师亲手写的2页经文。虚云大师是谁？虚云大师是顶尖的高僧，禅宗的代表人物。虚云大师的书法作品并不多，所以价值也并不低。我记得去年拍卖会曾有类似的经文，一页就拍了100万。100万？这2页，那不就是200万？没错，这2页至少价值200万。这本来都是我的呀，我还以为是2张废纸就给装进去了。嘿，天哪，造孽呀！抱歉，小姐，这次我输了。楚风，算你走运，这青花玉壶春瓶赔给你，咱们走着瞧。我不信你能一直这么走运。哼！楚老弟，恭喜你。运气好而已。鲁先生，您的佛性卖吧，我出200万。行，成交。那个青花玉壶春瓶，我出20万，楚先生卖吗？好，给您了。不到1个小时就赚了200多万，现在卡上有400多万。哼！国贸大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不出了。喂，哪位？楚先生，我是谷家管家福伯。古灵小姐今天和你在一起吗？古灵今天没有和我在一起，不过我刚刚收到一个他给我发来的短信。什么短信？短信内容是国贸大厦。啊，谢谢啊！要是再有小姐消息时，记得联系我。好。难不成是古灵出事了？我得赶快去国贸大厦。15楼有人。老实交代，古灵小姐在哪儿？你们弄错了，我是古灵的朋友，我也是来救她的。赵队长，他不是歹徒，把他放了。赵队长，一定要快速找到小姐，确保她的安全。放心，
救人是我们的职责，现在还不确定古灵小姐的位置，你们兵分两路，直接去15楼。古灵他们在15楼。你怎么知道？总不能和你说是透视看到的。我视力好，我看到15楼的窗户后有一个人影，我猜他在15楼。啊！先别管这么多了，快去看看。走。查到了，小姐在这儿。小姐，我身上绑了定时炸弹。啊！这什么？炸弹！这快拆弹！我们又不是拆弹专家，炸弹倒计时不到3分钟，专业拆弹团队根本赶不上。怎么办？无论如何都要救下我们家小姐。大家先退后，这个炸弹必须专人来拆，要不然大家都会死的。小姐有危险，要试一试。你们谁会拆弹？救下小姐，大功一件。这我也不会啊。是啊，不可，让他们先走吧，时间不多了，不要拖累大家了。小姐别怕，我们一定会救下你的。小子，你想干嘛？别乱来啊！我来拆弹。佛系，会有声音。楚风，这太危险了，你快走！佛系，我有把握。楚风，你会死的！相信我。透视鉴宝看的其实是棋。就是他了。啊！给我一把剪刀，快，剪刀！啊！看看。别怕，马上就好。我打！楚风，我竟然没死，太好了！多谢你，楚风。没事就好。楚先生，这份恩情我们古家没齿难忘。古灵和我是朋友，应该的。楚风，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家帮忙的，你尽管开口。楚先生，没想到你这么有本事啊！以前是我们误会你了，抱歉啊。哦，对了，刚刚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你当时冲上来的样子真是太帅了。哦，对了，是谁绑架的你？应该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。那你要注意安全，可别乱跑了。我会的。要不我请你吃饭吧？先不用了，快回去休息吧，等有时间我们再聚。那好吧。对了，楚风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那没事了，挺好。再见。打光棍儿好吗？听说这里是最大的赌石会场，争取这一把能把家里的债务还清。先生，请出示您的会员卡。没有会员卡不能进吗？抱歉，先生，我们这边是会员邀请制的，你要是感兴趣可以登记一下，我们下次会回访您的。楚弟弟啊，这么巧啊，你也来参加世博会啊？楚弟弟，好巧，你也来参加世博会啊？啊，是啊，我过来学习一下，但没想到这里是邀请制，进不去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事儿你找我啊，我可以带你进去。这可以吗？当然，我在鹏城赌石圈也是数一数二的，主办方我认识，小事一桩。
喂，老宋，今天我想带个朋友进会场，您看这事儿能办吗？好了。好的，楚先生、朱小姐，这边请。我就是不错，这里原石不少。那去挑挑。走。楚弟弟，你该不会看上这块原石了吧？没错，我觉得这块原石不错。这块料子确实不错，要是出翡翠的话，种水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但是这块原石有个很大的缺陷。哦，什么缺陷？你仔细看看，这块原石的皮鞘上有3道很深的裂痕。这裂痕要是深入原石内部，这块料子可能废了，到时候只怕连本金都赚不回来。谢谢，不过我还是想赌一把。那好吧，祝你大赚了，我也再去挑一挑。好。您好，贵宾。这块原石我买了。好的，先生，这块原石58万。这块原石你先帮我放着，我还要再挑一块，一起付款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这个花那这个你看看，这个看起来这不错啊。可以再看看真东西。你看这纹路，好，这个车有风险，不太好开呀。这太棒了。 200万，幸好卡里的钱刚刚够。去那边再看看。小子，看够了吗？不买闪开。小子，看够了吗？不买闪开。没听见吗？怎么不服啊？不服，这块原石我买，你不用看了。哟，还装上了？就你这身打扮，能拿出200万吗？哎呀，哪个不长眼的，敢打你祖宗！玉姐，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？你怎么打人啊？杨伟，一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竟然敢欺负我朋友，抓紧给楚弟弟道歉！对不起，楚先生，您不用为了面子购买这块原石，你慢慢看，我不打扰了。楚弟弟，你不会真看上这块石头了吧？这块石头可不便宜，你得慎重啊。这块我比较看好。红玉姐，你手里的这块原石还是重新挑比较好，我感觉会垮掉。这块原石比较便宜，我想切开试试。行吧。这块我要了。好的，您跟我走，这边付款。你再看看那个，哎，这年轻人厉害啊！这个程序我也上那桌看看。咱买了一块差不多的。要开始了。年轻人啊，太冲动了，都没仔细看就买，为了面子，太不划算了。 200万就这样花了？神气什么？等会儿他切垮了，我看他能不能这么嚣张。恭喜您，楚先生，这2块原石现在是您的了，您需要现在切吗2块都切了吧？好的，那我们帮您把原石拿到切石区。好。看一看这个吧。哦，师傅，您这样切。好的。哇，绿了！这块翡翠着实不错，但是裂痕有点多，不然这块料子价值上百万。可不是嘛！哇，看来这块石头是保不住本了。这块没准备卖出去，
58万买这么大块翡翠也是值了。赌石可不是谁都能玩的，楚先生，不如我们比一比。怎么比？我刚刚也花了200万买了块，我们就比谁的料子价值高，谁赢。那赌注呢？输的人就把开出来的料子送给对方，怎么样？不知道他们哎呀，这主意好啊！我记得上次杨先生就开出了一块上千万的料子。我刚才看他在那边选了半天，肯定有十足的把握，才赌这场。楚弟弟，这小子又犯浑了，你别听他胡说，等会儿我教训他。不用，这赌局我硬小。好啊，那先开我这块。绿了！哎呦，真是绿了！高度这翡翠，这得要1000万吧？真出乎我没想到。楚先生，当初我可说了，你不用为了面子买这块原石。现在好了，哼！这次楚弟弟怕是要输了。你小子，你别太得意忘形了。玉姐，我花了200万开出了1000万的翡翠，他楚风能做到吗？楚先生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要不然你花200万买的原石就归我了。还不一定呢，到时候你可别不认账。哦，还嚣张呢！我倒要看看你能开出什么比我这高品种翡翠价值更高。师傅，开我的。哦，涨了，满绿，这是玻璃种翡翠呀！哇，这是了不得呀，这赚翻了呀！是，这太厉害了，这是涨了呀！我刚才也看了呀，赚大发了，这得要2000万吧？2000万啊，这可是！楚弟弟，恭喜你了！不知道，你看都没看，就开出高品种了。楚弟弟的能力可比你强不少。杨先生，按照赌约，你那1000万的翡翠就归我了。哼，200万开出玻璃种，不行，我也要去那边看看。我去，就这么一下子，石头少了这么多，这个是我的，要不然我没走快！哎，等等这块我要了，我也要啊！哎，这块是我的，这块我要了。楚老板，这2块料子我都要了，我出价3000万。周老板，楚弟弟是我的朋友，这玻璃种翡翠一点裂都没有，怎么着也得再加500万吧？行了，玉姐的面子我肯定是要给的，那我出价3500万。楚先生，你意下如何？好，那就卖给周老板了。合作愉快。这次多谢玉姐了。小事一桩，等着，我也要切石头。没有，垮了，竟然是斗主。楚弟弟，早知道我就应该贴你的，白白浪费10几万。赌石也是有运气的。看楚弟弟这几次信心十足的模样，应该不是运气好，而是赌石高手。对了，楚弟弟，这现场还有你其他看中的原石吗？我刚才挑原石的时候，注意到有一块426编号的原石，我感觉还不错。你要是信我，可以去试试。426，好，我现在就去看看。好，哎呀，这好这个看起来不啊！错啊，你看这块，这个多再看。幸好还在。这料子上有黑线，要是渗入原石内部，这翡翠的品质也不会有多好。算，才30万，赌一把。哎呀呀，
那边也看看。我们也去看看。是啊，跟我去看看。哎，这不是玉姐吗？她看上的石头可会大涨啊！但是这皮壳上有黑血，都要渗进去了，看起来不太行啊。难道玉姐这次要翻船？大师也不是神仙，赌石哪有没有风险？是啊。恭喜红玉小姐，大涨啊！哇，这水头绝了！快来给我看看！恭喜啊，玉姐，真是高手！这下几百万又稳稳到手了。是啊，真是厉害。楚弟弟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我彻底服了。没想到你不仅是鉴宝专家，还是赌石高手。我之前还在你面前瞎显摆，简直是班门弄斧。运气而已。现在家里的债务可以解决了。走！我说了，你这幅画不对，我不收。怎么可能？这是我祖辈拼命保存下来的，在我这快100年了。这立人形可在博物馆呢。要是你这幅是真的，那博物馆那幅怎么解释？那一幅博物馆的，万一是假的呢？那不可能，那博物馆那幅啊，都是经过专家鉴定，一般不会是假的。哎，这样吧，你这幅画仿的还不错，我给你出5万。5万少了点儿，能不能加点儿？这还不够手续费。那没办法。哎，走，走吧。居然没有坐稳的痕迹。带您留步。大爷，您这幅画是从哪来的？这画真是我祖传的。我爷爷是一位留洋的画家，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英华国带回来的字画，我们一直当成传家宝珍藏。这若不是我老伴儿生病，我是不会出手的。这画我挺喜欢，我买了。你能出多少？5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？真的吗？你不是骗我吧？放心，你有银行卡吗？我现在就把钱打给你。我有。行了。真的收到了，你真是个大好人啊！真是帮我凑齐了手术费，真的谢谢你啊！大爷，您别这样，我可担不起了。您快去医院吧。好，OK。好，太好了。这居然和博物馆的一模一样，就算是仿的，也不可能做到这种地步。看来有时间要去一趟吉林博物馆了。妈，儿子，你怎么给我打了1000万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儿吧？放心，这是我做果园生意赚的，你们快点拿去还债吧。太好了，儿子，爸爸妈妈谢谢你。现在家里的债务清了，该去好好调查一下爷爷的事了。我记得爷爷的生前好友东方荣的店就在这儿。当年他和爷爷一起参加古玩展，那件事他一定知道些内幕。
你是小风？楚风，见过荣大师。哎呀，真是你呀！都长这么高了。当初你爷爷领你来的时候，你才几岁呀？变化可真大呀！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。是啊，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。你今天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哦，荣大师，这是我刚刚买的一个陶罐，我感觉有些年份，希望你能帮我清洗一下。这个你确定要修复？这上面的机油怎么都浸到胎里面了？确定，荣大师，您放心操作就好。那好吧，这个陶罐的清洗和修复恐怕要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呢。没事，不急。我今天来主要是为了另外一件事，请荣大师告诉我爷爷当年的真相。小风啊，这都过去多久了，我也记不清了。荣大师，您是我爷爷生前最要好的好友，你肯定不愿意看到他这么不明不白的被气死了。你一定知道些什么，求你了，告诉我吧。你何必那么固执呢？有些时候知道真相反而更痛苦。荣大师，我求求你告诉我真相。哎呀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等到你有了足够的实力，我再把知道的都告诉你。怎么样才算有实力？至少比南家强。南家？这么说，我爷是为南家设计陷害的？别说了，等到你的眼力强过我，我再告诉你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天天和古玩打交道，就算这小子再厉害，也比不过我大半辈子的经验。那我们现在就比试一把。哼，这么急呀？好啊，怎么比？这陶罐是我花100块买的，我们就给它断代鉴定一下，并且评估价值，看谁准。这个陶罐看不清模样，既然你非要比，那就试试你的眼力。这个陶罐像是石器时代喝酒用的陶器，造型有点怪，几百到几万之间吧。小风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陶罐是仰韶文化的，距今5、6千年的东西，国宝级文物，价值至少100万起步。哼，100块捡国宝，你在这说天书呢？真是异想天开。小风，你这个判断有何根据？我以前读书时在图书馆见过类似图案的陶罐，当时介绍说是仰韶文化的。哼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，原来是个书呆子。哎，小风，你这个判断有点悬呐，咱们还是把它清洗一下再说吧。啊，可以。这黑彩鱼网纹图案，或许真的是仰韶文化的东西啊。不是，这都能蒙对？不是蒙对，这证明啊，人家小风的眼光啊，确实比我厉害，不愧是楚云天的孙子呀。那荣大师，既然这样，那我爷爷的事，哎，愿赌服输吧。5年前呢，你爷爷受邀来到苏城，参加古玩界的一个交流会展览。楚大师，麻烦您帮我看看这个。这个鸡缸杯的釉色和落款有问题啊！
这不可能，有问题。怎么可能有问题啊？哪有问题啊？这不可能啊！你们快帮我看看。看看，这是真的呀！我也觉得是真的。楚大师今天走眼了。好啊，楚大师，我看着你德高望重，才想着请你鉴定，你不会想私吞吧？哎呀，啊！大师，你是看走眼了！楚大师，说什么？你怎么你要说什么？睡觉吧。大师，不能乱说的呀！不是这样的。大师，怎么了？大师，他打120。哎呀，没多久啊，你爷爷就因病去世了。这是谁设的局？我不信我爷爷能看错。是啊，我也不相信你爷爷能看错，因为当时啊，我看了李天成手里的那个鸡缸杯，的确是真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一直也不明白，直到后来呀，我才想通。你爷爷看的那个鸡缸杯，和后来专家们看的不是一件瓷器。我怀疑呀，现场有2个鸡缸杯。你是说，给我爷爷看的那个真鸡缸杯，被李天成调包了？不是，李天成啊，没有这个水平。那个鸡缸杯呀，当时就在众人的视线里，而且还有那么多媒体在场。李天成啊，根本不可能调包。那是谁啊？有个叫马三儿的，当时就在会场。他是个玩杂耍的人，三仙归洞玩得可好。后来展览会结束以后，他就离开了苏城。我怀疑呀，是他换的。马三，那是谁指使他的？这个不好说，不过我推测呀，与南家有关。因为我注意到马三儿和南家的老爷子南振华走得很近，他们2人有过短暂的交流。果然，南家参与进来了。我会替我爷爷报仇的。小凤，你不要冲动。如今的南家不容小觑，这些年他们在古玩界发展得很大，但在苏城，他们的分店就有10几家。你现在不能和他们明着斗，免得引火烧身呐。我现在还扳不到对方，但不妨碍我先讨回点利息。荣大师，您放心吧，我不会做那么鲁莽的事，我会谨慎行事的。哎呀，你能明白就好啊。其实在古玩界，这种尔虞我诈的事情很多，要么被算计，要么算计别人，不好躲过呀。哎，楚风，楚风，怎么了？抱歉，刚刚看清你了。哦，没事。那不如你现在帮我个忙。啊，什么忙？听说这里是南家新开的古玩店。先生，里边请。掌柜，我这有幅名家古画，想出手，你们收得起吗？古画？那你算来对地方了。我们南运阁啊，是这儿第1大古玩店，那就把你的画拿出来看看吧。你自己看吧。朝鲜图是明代宋旭的作品。对啊，掌柜说的没错，你仔细看看，可别看错了。看来他不知道这画是他们南家自己仿的。这画不错呀，构图大气，画面潇洒秀逸，比例雄劲，意境深远。嗨，这是幅好画啊！先生，这幅画打算卖多少钱？150万。150万不低呀，这个价格我没法收啊。那掌柜能出多少？
50万，你看如何？这宋旭名气一般，他的价格提不上去。这么便宜？哎，50万我也能要。哎，这位朋友，你懂不懂规矩？是来砸场子的吧？来人，把这小子给我轰出去！啊，老东西，有你这么坑人的吗？规矩不假，但是你坑人这不对。你懂什么？我们这叫讨价还价。快轰出去！哎，那松开，小爷我还不乐意待呢，我自己会走。哼！哎，别卖给他，我出100万。哎，先生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别着急，咱们再谈谈。你出50万，那人出100万，要是你怎么选？先生，我们这个价格还没谈好吧？这样吧，我给你出110万，还能再多点吗？这是心动了。价格不能再高了，这个价你自己再好好想一想。哎，算了，我卖了。好，您先坐会儿，我马上给你转钱。那画最少卖150万，还有40万的利润空间。嘿嘿。好了。对了，长官，你们南家大小姐南若曦最近还好吗？南小姐挺好，你还认识南小姐？认识啊，我们前几天还见过一面呢。你是她朋友？也不算吧。对了，麻烦掌柜的代我向南小姐问声好。钱我收到了，先走一步。好的，先生。哎，怎么称呼啊？我叫楚风。峰哥，今天多谢你了。对了，那幅画卖了多少钱？110万。厉害啊！一下子进账这么多。我给你打了10万，当做辛苦费了。多谢峰哥。对了，那幅画是假的吧？一定是假的。如果是真画的话，你不会卖那么便宜。你在哪里进的货？做的跟真的似的。那幅画是南家仿制的，后来南若曦打赌输了，才落到我手里。我靠！这么说，你拿南家仿的画坑了南家的人，让对方拿买真画的钱买了一幅假画。差不多。高明啊！这要是南家知道了，估计要气死了。啊，峰哥，等等我！喂，南小姐。没有打扰您吧？张掌柜，怎么了？古玩店出事了吗？刚刚店里来了一个叫楚风的人，他说认识你，让我替他向您问好。什么？楚风？他来店里干什么？他拿了一幅明朝的画过来出手。明代的画？该不会是那个朝鲜图吧？哦，南小姐你知道啊，就是朝鲜图。你多少钱收的？没多少钱，110万。什么？110万？对，我不知道他认识你，所以价格压得有点低。蠢货！那幅画是我们南家伪造的，你竟然当真画给买回来了！什么？马上带着那幅画到南家来一趟。好的，好的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他就这样讨价还价，把朝鲜图卖我了。不会是楚云天的孙子，有点能耐。爷爷，你怎么夸起来楚风啊？这家伙之前一直跟我作对，我非要教训他不可。说到底还是你的错，若不是你把画输掉，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。既然要做，就要做的不要让人看出破绽。你先出去吧。楚云天，没想到你已经走了5年了。当年的事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吧。
要搬到南家，我还得积攒自己的势力。明天一早就去金陵找马三，顺便看看这丽人行和博物馆里的那幅是怎么回事。这也是真画，跟我手里的一模一样，就连墨色的浓淡也分毫不差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居然是这样！太不可思议了，这简直就是神迹啊！小伙子，你看这幅画半天了，为何如此激动啊？您是陈老，舅公的字画研究专家。哦，小伙子，你认识我？您老经常出现在节目里，认识您也很正常。啊，原来如此呀！如果要人相信我手里的丽人行是真的，必须有一位字画界的专家出来替我站台。陈老，您觉得这幅李公麟的丽人行是真的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年轻人要务实一点，脚踏实地，不要有阴谋论。这画没问题，是李公麟的真迹。哎，陈老，我这有一幅李公麟的真迹，比这个还好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什么？你真有李公麟的画？保证让您大开眼界。哦。小伙子，没看出来，你真会忽悠啊！这不就是李公麟的丽人行吗？真品在展柜里放着。这你还真当是舅公一件你一件啊！不过这幅画放的有水平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会有2幅李公麟的画？就算一个画家重复画一张，也不可能画的一模一样啊！您觉得馆里的这幅是真的吗？那肯定是真的。那我这幅也是真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？怎么会有2幅一模一样的真画呀？这简单，这2幅画本来是一体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绢本怎么分离？这画要是用嘉轩纸画的，或许可以揭开。这绢嘛，是单独的，不可能一接二的。谁说不可能？那你说说，这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要怎么才能完成？绢是由经线和纬线纵横交织而成。假如有人用隔一抽一的技法，将2幅画分离呢？你是说有人把丝线抽掉了？对，原画画好后，将这几10万根丝线隔一抽一，然后在中间补上新的丝线，这样便得到了2幅一模一样的画。这太难了，如何能做到画面不乱呢？这就是古人的耐心和智慧。2幅画分离后，再将画的细节、颜色简单修补了一下。哎呀，这世间竟有如此高超的技巧啊！哈哈哈哈！不然你要怎么解释有2幅真迹？您可以用放大镜研究一下馆内的这幅，兴许您就可以认同我说的是真的。那我倒要试试，等晚上我找专家研究一下。小友，是否愿意把这幅画捐赠给博物馆呢？陈老，这画可是我花钱买的，暂时不考虑捐赠。哎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让你无偿捐，博物馆可以出资收购。那我考虑一下吧。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博物馆的馆长，正好也让他看看你这幅画，到时候好谈价。行，请。文山呐，陈老，来，快请，有失远迎啊！请坐。陈老，这位是我刚结识的一位小友，楚风啊，他手里有幅画，想给你看看。那陈老介绍的一定不凡啊，我瞧瞧。年轻人，如果不是知道
这幅画的真迹在馆里挂着，我真的要怀疑被人调包了呀！张馆长，这画是真的。年轻人，你知道这句话代表着什么？文山呐，楚小友说的是真的。什么？你们先坐着，我到厅里看看。哎，文山，你理解错了，这幅画和展厅的那幅画都是真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两幅画本是一体的，不过采用了隔一抽一的技法，将一幅画一分为二。隔一抽一，真的有这么神奇？大惊小怪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哎，你展馆里不是有台特制的放大镜吗？将那幅画让人送过来比对一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陈老说的有道理，我这就去办。还真的和楚先生推测的一样，这两幅其实是一幅画。哎，来，我瞧瞧啊！世上真的有如此神奇的技法。楚小友年纪轻轻，仅凭眼力就能辨别。我张文山自愧不如啊！我也只是运气好，猜中了。楚先生是否愿意考虑把这幅立人形捐给博物馆？我们愿意花钱购买。可以谈谈啊，我们一定会为你争取一个合理的价格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我们还需要和专家讨论一下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到时候确认了，我们再联系。好。你是楚先生吗？是我，你有什么事儿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岳国鹏，是一名古董商人。听说你手里有一幅立人形，请问考虑出售吗？前脚刚出博物馆，后脚就有人来打听。岳先生，你是从什么地方得知我手里有画的？我自有渠道。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，肯定给你出个高价。先不谈价格，我想知道这幅画是给谁买的？这个嘛，你别管，我是买来收藏的。看着心虚的模样，八成想走私到国外的。画我已经跟博物馆谈过了，暂时不卖。别啊，这博物馆最多给你出150万，这样我给你出500万，怎么样？岳先生，我爷告诉过我，宁可不做生意，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。楚先生，张馆长，我前脚刚离开博物馆，后脚就有人带着500万要买我的画。楚先生，那您没有出手吧？没有。那就好，楚先生大义啊。张馆长，你不觉得这事儿很奇怪吗？你是说金陵博物馆内部有人泄密？竟有这样的事？这些吃里扒外的家伙！楚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个泄密的家伙给揪出来。那这画我先留着，等你揪出博物馆里的内鬼，我才放心把画交给你。啊，好。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，你们博物馆太令人失望了，必须整顿。陈老，这次我绝不会服气，不管是谁泄露消息的，查出来我绝不手软。你好，我要报警。嘿，楚先生，你来了，请坐，请坐。听说泄密的人抓到了，我才来的。是一个叫李元奎的老头，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偷偷拿走了您的联系方式，
然后以6000块的价格卖给了月国袍。原来是这样，一个扫地的怎么会有这种渠道？不简单呢。他是我们这儿一个专家的表叔，不过这俩人呢已经被警方控制了，警方正顺着这条线查文物走私。那就好。哎呀，这次啊，真是要多谢您呐！要不是您的提醒啊，还要有多少文物要流失海外呀？这是我该做的。这楚先生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大义，面对500万也能面不改色，之前是我小瞧了他呀。楚先生，您看这立人刑多少钱合适？张馆长，如果单纯为了钱，我压根儿不会来这儿。给我50万的本金就行了。楚先生大义呀！我代表博物馆感谢您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支持。文物捐赠者就写您的名字，将来呢也会刻在博物馆的展厅里。写剑骨斋吧，那是我楚家馆店的招牌。剑骨斋也行啊，这剑骨斋在哪儿啊？有空我去看看。之前的古玩店倒闭了，不过我打算在彭城重新开张。啊，这样啊，那有机会去彭城啊，我一定去看看啊！当然，随时欢迎。哎，哎呀，这好，这东西好啊！确实。三仙归洞，大姐，你知道这表演的师傅叫什么吗？这手法挺厉害啊。这人叫马三仙，他经常在这儿表演节目。马三仙，马三就是那个陷害我爷爷的人。哎，大家看看，这里是2个碗3个球，没问题吧？哎，没问题。那我就开始了，大家可看仔细了。谢谢各位。现在这小球是在这碗里面，还是在我手里面？手里面肯定。哎呀，没有，手里面真没有，还。这马三手法真是厉害，难怪当年能在众人眼皮子底下将鸡缸微调包。如果不是我有透视，都没发觉到。哼，在这儿呢。我说这里面有球，它就有球。太厉害了！我说这里面没球，它就没球。啊，听我的。要是您哪位不服气，可以试一试。咱们呀，10块钱一局。您要是猜对了，我赔您100块。咱们呀，全当游戏，花钱图个乐。我来试试。行，请先付钱。那我开始了，您看仔细了。过去。小伙子，你猜吧。都那么多次了，肯定是左边有2个，右边没有。马三仙经常用这招骗你们外地人。我猜，左边1个球，右边也是1个球。行，那你自己打开看看吧。看来我猜对了。哎呀，马三仙翻车了，太厉害了！我居然没看清这小子动作，难不成是同行？是有点本事啊！哇，猜对了，太真厉害！又猜对了啊！你猜对了，我给你100块。用技法的怎么可能碰得过我开挂？是大师放水了，钱就不要了。那好，大家伙儿都散了吧，今天的表演结束了。哎，来不及了。哎，走，敢问贵姓啊？风楚，你的手法呀，实在是高啊！大师过奖了。您贵姓？马三。马大师，您的技法也很高超，咱们私下聊聊。
冯老弟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吃饭？这金陵大饭店太贵了。没事，一点小钱，这顿我请了。深藏不露啊！一顿几万的饭，居然只是小钱。冯老弟，你一口就干了呀！马大师敬酒，我怎么能不喝完呢？好好好好好。等我把你小子灌醉，把你手法秘密给套出来。来，再喝。哎，哎，来。马大哥，你不是金陵人吧？听口音有点不像啊。我是苏城人，到金陵2年了。哦，那怎么想到来金陵发展呢？还不是为了躲事儿。当年啊，在苏城惹了点纠纷，跑这儿讨生活呀。能说说什么事儿吗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帮人把一个鸡缸杯掉包了。什么？那你可赚了不少吧？该不会……不是偷，是别人做的局，让我呀在一个鉴宝专家面前，等他鉴定完，将假的换成真的。这专家是惹了谁吗？被人这么整？南家，你知道吗？听说是得罪了南振华，本来是想给楚云天点教训，没想到楚云天气量小，把自己给气死了。果然是南家搞的鬼。方老弟，你怎么了？时候不早了，今天到此为止，咱们改日再聚。你就是马三？是我。你们谁呀？苍爷，我哪得罪你们了？俺老爷子本来都想饶你一命了，嘴巴还是不嫌慢。楚风，不是告诉你不用接机吗？上次说请你吃饭，结果你跑金陵去了。这次我可得好好收着，免得又找不到人。请你吃饭可真难。让大小姐等了这么多天，这次我请，下次你再请。好，走吧。楚风，你这次去金陵有没有去金陵博物馆啊？去了，怎么了？你都不知道金陵博物馆的猎人形都上新闻了。真没想到古人能够做出2幅一模一样的画。没想到消息传这么快。听说猎人形是剑骨摘的。唉，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家古玩店，真想找个机会结交一下。那正好，我有个忙想请你帮一下。什么？我想开家古玩店，你知不知道哪里有店铺要转让吗？这我还真知道，我明天带你去看看。对了，你的古玩店想好叫什么名字了吗？剑骨摘。什么？是你把猎人形捐赠给金陵博物馆吗？没错。楚风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你也没问啊。楚风，真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看看吧。李小姐准备多少转让？
既然是谷小姐介绍的，转让费30万，这里面的古董40万，一共70万。行，那就签合同吧。真是谢谢你了，让我捡了个便宜。哎呀，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的。爷爷，你自己看新闻了吗？什么？您看，金陵博物馆居然展出2幅一模一样的立人形，捐助人居然是剑谷斋。唉，看来是楚风那小子。不行，不能让他这么得意。看来这小子想重振楚家呀。既然如此，这次就做绝条。爷爷，难道你有什么好主意？剑谷斋，不错。大爷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的铜佛幸好没有损坏。大爷，您这铜佛是明代的吗？年轻人好眼力，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。你是这家古玩店的老板吗？没错，不过现在还没开业。那你收这铜佛像吗？我急着换钱。今天谈谈啊，请。哎，坐。这佛像10万块，你收不收？10万块？这么精美的明代铜佛，最少也要100万起步，10万有猫腻啊！我不管，就是10万块，低于10万块我不卖。我先看看佛像再说。这佛像若不是我急着用钱，我可不舍得卖。你好好看，可别想压价呀！这铜像居然被修复过，修复技术十分专业。如果不是有透视，还真发现不了啊。不对，这个铜像被腐蚀过，这是从墓里挖出来的。大爷，这佛像真是你祖上传下来的？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好几百年了。还不说实话。S308，这是博物馆的编号。大爷，这个真要卖10万块吗？10万块，少1分我都不能卖。好，我收了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想干些什么，是销赃还是给我设局？老板，这个铜佛像不要了。好嘞。希望是我想多了。赵队长，这是有何贵干？楚先生，这店难不成是你开的？正是。楚先生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说您涉嫌违法古董交易，需要进行调查。怪不得要把铜像卖给我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楚先生，不要慌张。昨天下午3点50分，您是否收了一件铜鎏金佛像？是啊，收到一尊佛像。那就对了，卖家叫韩老七，是个古董盗窃犯。他昨天从国平私人博物馆拿走了那件佛像，目前已经被我们抓获。但他供述，他将博物馆盗来的佛像低价卖给了你。刚卖给我就被抓，真是巧啊！这尊佛像确实是我昨天收的。那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。你们怎么能确认这尊佛像就是博物馆失窃的那件？你这佛像和博物馆失窃那件照片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就对吗？像这种佛像，如果你想要在古玩市场
能拉一车。我让博物馆负责人过来鉴定。郑队长，铜佛像找到了吗？李先生，你看看这是不是你博物馆丢失的那件？李先生，好看，好好看看。不是这个，重量不对，这铜佛像是个假的，不是我那个，我的明代铜佛像呢？快给我拿出来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就只知道这么一尊佛像。我们博物馆那个铜佛像价值300多万，根本不是这个，你肯定藏起来了。既然一上来就笃定的针对我，看来是早有谋划，背后的人应该是哪家吧？藏起来，我还不至于为了这么一点东西损坏我剑谷斋的声誉。剑谷斋，这不就是给金陵博物馆迁文物的那家古玩店吗？我记得张馆长还在新闻里感谢了一番。我信楚老板的话，楚云天老先生我以前接触过，当年的事一定有误会。李先生，你们私人博物馆的安保再怎么差，也不可能在大白天的丢了佛像。我倒是觉得你们这是在栽赃陷害。可韩老七明明说这佛像卖给你了，难道是他故意藏起来要害我呢？不可能，一定是你藏起来的。说话要讲究证据。张队长，麻烦您搜一下他的古玩店，一定能找到我的铜佛像。随便搜，要是能找到第二尊佛像，我就认。去搜搜看。是。这也没有。队长，这边没找到。李先生，我们找了这么多地方，任何证据都没找到，无法认定博物馆失窃事件和楚先生有关。楚先生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不过这尊佛像，我们要作为证据带回去继续调查。行吧，希望警察能还我一个清白。走。走，散了吧。走，散了吧。哎，走了。楚风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被带走了吧？楚风那小子绝对看不出铜像的问题。南小姐这个计划实在是高。这都是爷爷的主意。开业前把剑谷斋的名声搞臭，我看他还怎么开店。哎，李兄，事情办妥了吧？你不是保证我的鎏金铜佛像不会丢吗？李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鎏金铜佛像不见了，他店里现在就一现代工艺品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玩砸了！楚风这人不简单，我猜他看出了端倪，把铜佛像调包了。韩老七如果真的拿个假的，他会傻乎乎的花10万块钱去买。楚风这个混蛋！南小姐，我可是看在你们南家的面上才帮忙的。现在我价值300万的铜佛像没了，你们必须给我个说法。您的铜像顶多100万。哎，谁说的？那明明是我花了300万买的。李先生，那个铜佛像会帮你找回来，不会亏了你。如果找不回来，我会原价赔给你。哼，最好是这样。楚风这个王八蛋，明天开业，咱们走着瞧。楚老板，恭喜开业啊！恭喜！我朱红玉不请自来，祝古玩店开业大吉。玉姐，欢迎，请进。小小心意，祝古玩店事事顺遂。玉姐破费了，快点进。小友啊，陈老，张馆长，你们也来捧场了？出差路过，听说你的店开业，前来祝贺。我也没有什么好礼物，爷爷赶了幅画送你。
楚风，这可是陈老的话啊，寻常人求之不得。多谢陈老，我定将这幅画挂在殿中珍藏。那陈老送了画啊，我也送一幅我的书法作品，你可不要嫌弃啊。怎么会呢？您可是书法大家，这是我的荣幸。来，请进啊。哎呀，真不错啊。确实不错呀，这里做的。这2份礼物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陈博远和张文山这2个人。他们的字画挂店里，相当于给剑骨斋站台了。楚风不简单啊！楚风，楚风啊，古灵，爸，这是楚风。我爸听说你今天开业，特地前来祝贺。我没看错吧？这不是鹏城首富古世昌吗？首富也来了，真是他！这剑骨斋的老板背景可不简单啊！可不是嘛，刚刚进去的哪个不是大佬？就连金陵博物馆张馆长都进去了。古先生，您亲自前来，小店蓬荜生辉啊！其实啊，我早该过来见你了。你救了我宝贝女儿的事啊，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。我跟古灵是好朋友，您不用这么客气。来，快请进。哟，他也进去了，这么多厉害呀！真是大手笔啊！古先生，好久不见。朱会长也在呀。朱先生，这是古先生精心为您准备的白玉如意，多谢古先生。南苑阁掌柜魏志成前来祝贺。魏老板，有何贵干？今日剑骨斋开张，我代表南小姐前来祝贺。魏志成，南家这样做事，你不嫌丢人啊？玉姐，这都是南小姐的安排，我只是听命行事。你来恐怕不只是为了道贺吧？我一来为祝贺，二来想为你这古玩店开业的。楚先生，难道你开业第1天就要驱赶客人？若后价公道，我自然会收的。楚先生，这紫砂壶如何？单从壶形看，就不是凡品了。不错，这是明代紫砂壶大师石大斌之作。哎呦，这太厉害了！这个真是好东西。石大斌的珍品，现在要价值上千万呢。放下让我一观，概不许碰。就算是专业人士，你不让上手摸，不让看底款，也很难断定。你这不就是为难人吗？都说楚老板眼力过人，今日就试试楚老板的本事。这紫砂壶，你隔空鉴别，敢买吗？我与南家颇有恩怨。魏老板，真的忍痛割爱？楚老板若不敢买，直说便是，何必这样遮遮掩掩？可惜了，这紫砂壶就300万，你要错失天大的机缘喽。若此壶真是石大斌之作，市价远超300万，我不买，传出去怕是要被人笑死。倒是不漏的看不出来，但若是仿品，买下来同样落人笑柄。这南若曦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如果楚风没买，不管这紫砂壶是真是假，你们大可以去市场上说这个是真品。毕竟紫砂壶在你们的手里，你们怎么说都是对的。这就要看看楚老板的魄力了。果然不是石大斌的作品。这紫砂壶为首。楚风果然还是看走眼了。楚风，这紫砂壶看着是不错，可是和石大斌的风格还是有差异，应该是件仿品，你要三思啊。小友，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呀！多谢2位好意，我心里有数，放心吧。楚老板若没胆买，这份大礼我就带走。慢着，谁说我不要？年轻人还是沉不住气呀。这壶我看过，只不过300万太离谱，你也没有给我看底款，我也不能给你个公道价，我顶多出100万。反正是一件仿品，300万和100万都一样，只要能让剑骨斋成为古玩圈的笑柄，看底款100万也行，转账吧。100万想买石大斌的紫砂壶，
就算买彩票也不能这么容易啊！老板还太年轻气盛了。这楚老板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这人明显是来找茬的，他怎么还买？还以为这小子是个有能力的，没想到是我期望太高了。魏老板，你确定要把这个紫砂壶卖给我？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哦。楚老板绕了这么大一圈，还是不敢买啊！这楚风怎么想的？100万买个仿品，谁会后悔？魏老板，100万转过去了。楚老板，这个紫砂壶归你了，你可以看看底款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这紫砂壶不是石大兵的，没有石大兵的底款。恭喜恭喜！这楚老板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别人挖个坑，他还真往里钻啊！开业第一天就翻车，这剑谷斋想不出名都难啊！是，魏掌柜，以后怎么做？替我跟南若曦好好道个谢。这确实是件大礼，让我白白捡了一个上千万的大礼。上千万？你不会想把这仿品当真品卖？你可不要走你爷爷的老路，要不然就是啊，你们剑谷斋又要倒闭一次。你怎么？你要是不服气，就让南若曦过来找我。南家的一条狗，难道我还没有资格教训一下吗？也是过激了。楚风，我相信你，只要你说值得，那他就值得。傅伯，麻烦你帮我去柜台拿一个铁刷。是。用铁刷清理，你爷爷就是这样教你的？闭嘴！这件紫砂壶确实不是石大兵的作品。你刷了半天，就得出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结论，它是清代初期陈明远之作。怎么可能啊？真傻的，不会吧？真的。这可是大，这还真是陈明远的字啊！这落款没错呀。这紫砂壶生动自然，极符合陈明远的风格。陈明远的紫砂壶不比石大兵的差，此壶至少上千万了。上千万，没买亏。楚风，恭喜你，100万买陈明远，这楚老板简直逆天了！你们一定是看走眼了，这随便一件紫砂壶，怎么可能是陈明远的？现在这壶是我的，你不能碰。不过我可以给你看看底款。怎么样？这个落款你应该能认出来吧？你怎么知道这紫砂壶是陈明远的？小学啊，我瞧您。魏志成，以后不要再出来丢人现眼。这南家德行有亏，给一个刚开业的古玩店设局，谁知道以后要怎么给我们这些顾客下套？反正以后我是不会再去南运阁了。这楚老板眼力这么好，以后就来他这边了。是，你们，哼！楚风，我就说我不会看错人。看来这古玩圈要变天了。怎么样？那件紫砂壶，楚风买了没有？买了，价格是100万。那就好。楚风知道那件紫砂壶是仿品，有没有气急败坏？笑了。哼，他是气疯了吗？南小姐，那件紫砂壶是陈明远的。什么？那件紫砂壶内部有陈明远的落款，只是之前查购太后，我们都没发现。楚风，小姐，这都好几天了，一个顾客也没有。王老板，你前2天不是说想要一尊玉佛？正好我们南运阁昨天收了一尊，要不进来看看？我可不敢跟你们南运阁做生意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坑我？就是一个紫砂壶都能看走眼，谁知道你们以前的古董啊？哼，是不是也看走眼过？魏老板，好久不见。
楚风，你来干什么？自然是来捡漏啊！捡漏！我们这里不欢迎你。你们南运阁气量是真小啊！上次给楚老板下套，楚老板可是眼睛不眨就把款付了。哎呀，这南运阁开着门不敢做生意，看来大家以后都不用来这儿了。楚老板，请进。走，我们也进去看看。走，进去看看。咱们也去看看。不知道楚老板想买什么？魏掌柜，这幅花鸟图是谁的？这是八大山人画的双鸟图。楚老板的眼力这么好，没有看到后面的署名。哦，这画多少？楚风这小子精得跟鬼似的，难不成这画有问题？司马，这画不卖。这幅画我前段时间看过，魏掌柜报价150万。八大山人的作品150万，不贵。自然，我们南运阁向来价格公道。不过这画是八大山人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南运阁从不卖假货。150万可不是小数目。魏掌柜，你也知道，我对你们南运阁可没什么好印象。楚老板看清楚，我们店假一赔三。如果这画不对，画你拿走，我再赔你3倍价钱。好，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这画我要了。这么爽快，难不成真是来卖画的？魏掌柜，这是舍不得卖。150万送上门的都不会赚。这画我看过很多次，绝对没有问题。这楚风不可能次次都捡漏。行，楚老板，我这就给你装起来。啊，先不急，我先把钱付了。哎呀，看着真买啊！麻烦魏掌柜给我一张发票。你的发票。好了，麻烦魏掌柜现在赔偿我450万吧。麻烦魏掌柜现在赔偿我450万吧。你什么意思？这450万！哎呦，你们这画是假的，根本就不是八大山人的作品。胡说八道什么？原来你今天就是想故意讹人。没想到南运阁说的假一赔三只是一句玩笑话。你无凭无据，怎敢信口雌黄？楚老板，你要是再胡说八道，我就要报警了。好，那就等警察来。警察来了以后呢，我再证明这画是后世的一件仿品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大小姐，南老，楚风，你别想在南运阁闹了事之后还能顺利离开。好了，若曦，楚风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以为你成熟了，没想到你还和小时候一样，那么无理取闹。南老爷子，我这个不是无理取闹，是你们南运阁说好的假一赔三不算数。我们当然说话算话，可以，但你要告诉我这话哪里不对。简单，取一盆清水来。魏掌柜，照他说的去做。哎，这是。哎呦，这泡水150万自己泡水里！楚风，你疯了！150万的话，你直接往水里泡！150万的话，你直接往水里泡！大家仔细看看，是在干啥？看什么？看你怎么诬陷我们吗？南大小姐，别这么心急嘛。我操，这款怎么没了？这宣纸居然是拼接的！真的呀？楚老板说的是真的，真是假货？真的是假货呀！南家，这真是假的呀？真是假货！
这个证据可以吗？魏掌柜，给楚风3倍赔偿吧。是。楚老板，跟我来。整好了，多谢魏掌柜，让我又大赚一笔。不愧是南运阁，真的是假一赔3啊！切，得了吧，这是现场发现的，敢出了这个门试试，他承认才怪呢。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我在南运阁买的东西有没有假的。我们也回去看看。楚风，这下你满意了吗？还不够，当年我爷爷的事儿，一定会让你们南家付出代价。楚风，我和你爷爷是好朋友，我怎么会害他呢？真相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南老好自为之。你好，我要举报南运阁涉嫌非法古董交易。楚风刚刚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记得当年楚云天出事的那个古玩展会上，南家也是主办方之一啊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哎呦，这南老，有人举报你们非法古董交易，曾收购过一件国平博物馆失窃的鎏金铜佛像，麻烦配合调查。嘿，眼前这画面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对啊，我记得前段时间不是在剑谷斋查过了吗？怎么查南运阁了？警察同志，你有证据吗？对方说你们把佛像藏在了店铺里，麻烦让我们搜查一下。你不是说铜佛像被楚风藏起来了吗？怎么现在在我们店里？那铜佛像我派人在剑谷斋盯了许久，一直没有找到，一定是有人诬陷。南老，你放心吧，这店铺我一天打扫10遍，绝对没有什么铜佛像。好，同志，请查吧。请查吧。哎，说真有没有啊？真有吗？赵队长，我都说了我们店里没有，有这功夫还不如去剑谷斋查查。找到了！什么？啊，真有啊！真有，果然是他们偷的。真是的，胆子真大呀！在柜子里，一下就找着了。这不可能！我一直在店里，没有人。楚风，刚才楚风在这儿，一定是他放的。魏掌柜，刚才楚风进来可是空着手进来的。那小子轻得像妖孽一样，谁知道他用了什么妖法？魏掌柜不是被气傻了吧？真以为我们在这儿拍玄幻短剧呢？这就是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真不知道。南老，麻烦你们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好。爷爷，现在怎么办？等下你不要说话，有事我来解决。赵队长，我这铜佛像是被谁偷？啊，南老，怎么是你们？怎么是你们？李先生，你看看，这是不是你丢失的那只？李馆长，给我好好看看。不是。你确定？李先生，你知不知道欺骗警察是什么罪名？我已经让鉴定科的同事做了检查，这尊佛像底部有你们博物馆的编号。警察同志，我太久没见这个佛像了，一下子看走眼了，这就是我们馆内那尊。南老，你们有什么要说的？魏掌柜，你在我们南运阁工作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告诉你，做事要凭良心。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是，这尊佛像是我私下收的，和南运阁无关，是我自己想收藏。李馆长，你把东西带回去吧。魏掌柜，
我们南运阁从不收品行不端正的人，从今天起就离开南运阁吧。南楼，我魏掌柜，你家里可还有老人和小孩要养呢。好，魏先生，先录个口供吧。好。这事一定是楚风干的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你和楚风斗了这么久，一点好处都没捞着，反而让我们南家的声誉越来越差了。楚风这个贱人，这2天你就别招惹他了，好好在家里待着。好。南老，我的事，你只要别乱说话，我会找人赔偿你的。楚风，你有没有看今天的新闻啊？什么新闻？南运阁卖假，非法古董交易。虽然他南运阁解释是魏志成看走眼了，还把魏志成开除了，但大家都不买账，现在都不信南运阁了。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！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顾灵，爸，最近怎么样啊？还不错。你周末回家一趟，我有事和你说。好。这么着急喊我回来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来，你先坐下。小鹏啊，你比我争气。爸，你这是……其实我知道你爷爷当年的真相。什么？那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是你爷爷吩咐的，他不想让你卷入其中。不过最近我从网上看到你和南家斗得厉害，我猜你八成知道了什么。对，当年那件事和南家有关，我要给爷爷报仇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告诉你吧。当年有很多富商从南运阁买了古董来找你爷爷鉴定。你爷爷是个性格正直、敢说真话的人。富商们发现买的古董全是假的，就去找南运阁理论，从此就得罪了南家。那个南振华从此也就记恨上了你爷爷，最后找人做局，让你爷爷名誉尽毁。为了利益，将多年好友逼上绝路。南家真是狼心狗肺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。你爷爷当时给你留了个东西，等你出息了再交给你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这味道像是从墓里出来的。把东西拿出来。终于是好受了些。这是你爷爷留下的，你看这个东西是新的还是老的？绘画精美，线条流畅，是一件难得的精品。不对，怎么不对了？明代工匠可没人敢在瓷器上纹名字，不然会被砍头的。这是件仿品。不对。这难不成真是永乐的青花梅瓶？也不对。难道是半真半假？瓶盖是真的，瓶身是高仿。好眼力！当年你爷爷被做局之后，就请了一位大师仿制了这件梅瓶，然后又用药水做旧，在这个盒子里躺了几年。爷爷是不是想用这件瓷瓶出口气？对。我有计划了。哟，
这不是南家大小姐吗？不去想办法扭转你们家的风评，还有闲情来这儿喝茶？哎呦，这南运阁都快没什么生意了，趁早倒闭算了。就是，哎，美女，我有件小事儿想请你帮忙。什么？我手里呢有件青花瓷想出手，我把瓷器瓶盖带来了，你帮我去拿给南小姐看一看。如果她感兴趣呢，给你5万好处费呢；如果她不感兴趣，这1万块就当你的辛苦费。真的啊？当然。行，我试试。那小姐，这是您点的茶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那小姐，我的朋友有一件瓷器想出售，想让您帮忙看看。什么瓷器？他说是明代的青花瓷梅瓶。哼，青花瓷还愁卖不出去吗？不如让他送到剑骨斋看看。他说南运阁毕竟是老店，那个刚开的剑骨斋看起来就不靠谱，还算他有点眼力。他留了一个盖子，让我拿给你看看。还真是永乐时期的盖子。这什么味道？这么难闻？原来是刚从墓里倒出来的，难怪这么遮遮掩掩。这东西不错，我先带回去了，看一下，明天再还给你。凤哥，南若曦上钩了。好，事成之后我给你500万辛苦费。凤哥，那瓶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看了半天都没发现问题。哼，我会把好东西送给南家吗？也是，爷爷，你看这个。什么？这从哪儿来的？有人想要出手，打听到我这儿来。不过我怀疑这东西是从墓里出来的。不错，看着不像是祖传的。瓶子呢？东西我还没有见到，还在卖家手里。东西可以收，但是得试试对方。你这样，明天约他在茶楼见面。没想到南振华也来了。毕竟是一个大家，这家伙还带了2个人，你怕不怕？嗨，怕个毛啊！富贵险中求嘛。不好，难不成南振华通知着警察？没道理啊！这个老狐狸怎么可能这么无私？怎么了，凤哥？警察文士，这3名警察是假的。这南振华到底想干什么？不管谁问，你一定要咬死，这是祖传的，明白吗？好，知道了。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你们就是南若曦小姐和南振华老先生吧？你就是那位卖家吧？快，请坐。小伙子，东西带来了吧？放心，100%没问题。这是好宝贝呀！这果然是一体呀！当然，这瓷器烧制过程中会收缩变形，想要后配盖子，基本上做不到这个效果。这个瓷器我喜欢，如果东西不好，也不敢送到您面前。小伙子，
你这个梅瓶是从哪儿来的？这个不用你操心，反正来路绝对正轨。正规？那振华，你想干什么？哼，做什么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这个梅瓶是墓里出来的吧？盗墓违法，这是赃物。妈的，你个老王八蛋想黑吃黑呀！小伙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啊！这两位是市刑警队的同志，想蒙我？你当我是吓大的？这简单。说屋在哪儿？有没有同伙？什么同伙？我没有。这梅瓶是什么？快说！是我家祖传的，不信你去调查。你个老王八蛋，你不得好死！放开他吧。这3个是假警察。哎呀，这都是误会。来，你坐下来，咱们慢慢聊。误会你大爷！我可没时间陪你们演戏。没办法，小兄弟，这都是误会。这个行当的水太深了。来，坐下。我呀是真心想要这个瓶子，这个价格怎么好说？1个亿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1个亿，这个价格太离谱了，我拿不出来。那你说多少？2000万。什么？哎，好说。走。8000万。哎呀，5000万，这已经是我拿到的最高的极限了，多了我1毛都拿不出来。行吧，这5000万。若曦，转账。好的，爷爷。不过小伙子，转账之前有件事情我必须得说清楚。你说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也不想去打听你，但是交易完之后走出这扇门，我希望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，我们谁都不认识谁。放心，道上的规矩我都知道。除了在场的几个人，没有人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。哼，爷爷，你可以瞑目了。等着吧，我会让他身败名裂。好戏刚刚开始。成了，5000万到手了，辛苦了。你知不知道那个老家伙有多狡诈？他还救了2个人，假装警察炸我。还好我听你的话，咬死是祖传的。干得漂亮。这次多给你50万。多谢峰哥。这段时间你低调点，要是南振华看出瓷器是假的，肯定会找你麻烦的。明白。南振华花了5000万买这个梅瓶，肯定会高价出手。等到那个时候，就是和他摊牌的时候。好。笑，这不是楚老板吗？南若曦，你来干什么？楚风，别以为只有你们楚家能捡漏，这一次我们南运阁可是捡了个大漏。哦，是吗？那可真要恭喜了。楚风，这一次我一定会让你退出古玩圈，重新沦为丧家之犬。那可说不准，到时候变成丧家之犬的，说不定是你南小姐。听说南家最近收了个青瓷瓶，怪不得他南若曦这么得意。消息居然这么快，看来是想借势抬个高价。连我爸都对这个青瓷瓶感兴趣起来了。好，古灵，让古叔叔别收这件瓷器。难不成你知道什么？反正你信我就行。好。
凤哥，南振华好像有动作了。怎么了？南振华好像发现那件梅瓶不对，在暗地里找我的踪迹，还好我躲了起来。而且我发现他打算将梅瓶卖给云家。具体什么时间交易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后天下午，价格是6000万。云家正在准备资金呢。好。本来想在南振华出货前揭露真相，但没想到交易方全是云家。哼，刚好趁这个机会让他们闹掰。果然是精品，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我还能骗你？古世昌想要这个瓶子，我都没卖，我这就安排人转账。那恭喜云老板获得宝贝啊！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一步了。不送，不送啊！楚风都长这么大了啊！云老，好久不见，坐。云老，这梅瓶不错，是永乐时期的青花梅瓶吧？不错，我可听说了，在年轻一辈中，就属你眼力最好啊！过奖。敢问这梅瓶花了多少钱买的？你觉得它值多少钱？说真话还是假话？这小子一进门就冲着这梅瓶，难不成有什么问题？当然是说真话了。好，那我可就说了，这个青花梅瓶只值几百万。几百万？这是一件仿品，几百万不行吗？什么？小子，你疯了吗？满嘴胡言乱语。就是。那么多专家都看过，而且上过仪器，还带着证书，这梅瓶100%是真的。不信就算了，就当我没说。赶紧把门关上，任何人不许进来。快去！小凤，你说他是仿的，总得说出个理由吧？理由就在这瓷器上。你们看看，这是什么？秋水，这瓷器上竟然有字！南振华，你个混蛋，竟然连我都敢骗！去找南振华！于老，出了这个古玩店的门，你现在去找他，恐怕他不会忍。难怪这个南振华拿了钱就跑，原来是做贼心虚。小芳，你一进来就这么笃定，难道你见过这个梅瓶？没错，这梅瓶是我用来对付南振华的，是我卖给他的。没想到他知道是仿品之后，会把梅瓶卖给你们。你小子也不是好人呐！如果不是你拿着这瓶给南振华，我怎么能上当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跟南振华有仇，我坑他是应该的。你跟他是好朋友，他坑你，那就是他人品有问题。6000万呐，就这么打水漂了？想不想报仇？想报仇，但是我可不给你一张挡箭牌。坏人我来当，我只需要你们给我作证，到时候站我这边就行。行。你好，请问是楚风楚老板吗？我想请你鉴定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麻烦楚老板看看。不像是假的，东西呢？卖给南振华了。难不成南振华跟你说这东西是假的？当时我急着用钱给我爸治病，就想着把这传家宝给卖了。南振华跟我说是假的，我就给他卖了。是那老家伙能干出来的事儿。如果是真的，能卖多少钱？若是真的，那得200万以上。什么
200多万，南振华的那老东西10几万就给我买走了。那老东西心可真黑。如果当时真的有这200多万，说不定我爸还能活。楚老板，东西已经卖出去了，我不想着能追回来，我只想报仇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当时我留了个心眼，和南振华交易时，我偷偷录了音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说出去不一定有人信我的话。听说你和南家水火不容，我愿意将这东西交给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南振华那个老东西身败名裂。你看网上的传闻了吗？说是南振华做天局坑了云家6000万。看了，说得清清楚楚，连时间地点也有。这东方星动作挺快啊，这么快就传开了。这云家不会背着坏人想找人接盘吧？快看云家的回应，元墨斋为了证明不卖假货，今天下午要当众砸掉收到的仿品没品。设这么大眼亏，能善罢甘休吗？这么贵的东西，真的要砸呀？那可是太假呀！还真是我卖给南振华的那些的。你们家还真是个脏欺负。真的是仿的，也太这夸法力应该也挺值钱的。这肯定是顶尖高手，砸呀！不然怎么能骗过一众鉴宝高手？楚风，真的是你啊！过来凑凑热闹。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然砸了6000万的人就是我们谷家了。小事一桩。诸位，想必大家都是为了眼前的梅瓶而来。我不知道是谁在后面宣扬这件事情。我们云墨斋可是数1数2的古董店，声誉不容污蔑。你这数1数2的店还能看走眼啊？唉，不是我们眼力差，是有人给我们设了局。卖家身份德高望重，并且这梅瓶手续齐全，还有多位鉴定师联合签名，我们才掉以轻心。上当了。这么说，卖家真的是南振华？肯定的，除了他还有谁？这瓷器打眼了，哼，怪我们能力不足，我们认。今天请大家过来见个证，我们把这个仿品砸了，以正声誉。砸了，那个是好，砸得好，云墨斋，好样的！是。楚风，我有事和你说。什么？我喜欢你，做我男朋友吧。你喜欢我吗？我也喜欢你。爷爷，现在怎么办？都怪你，非要去什么茶楼，八成又是楚风干的。拒绝谣言，我在此声明，本人从不出售假古董，也不懂做局。为打破谣言，明日上午9点，欢迎古董圈的大师来南运阁打假，凡是有假，一律砸掉。颠倒黑白，这么狡辩。不过，要是能在南运阁找到那对五彩龙凤小碗，说不定这是个能让南振华身败名裂的机会。楚风，你果然来了。有笑话看，我怎么可能不来？楚风，你为何一直针对我南家？哼，南大小姐，我在古玩店上班上的好好的，你偏要让老板把我给辞了。后来的交流会，你又偏要跟我比试，到底是谁在找谁麻烦？
难不成五彩龙凤小婉不在这家店？欢迎各位来到南运阁。之前各位在南运阁发现有假品，那是手下人做事不干净。之后我们开除了那位掌柜。在此之后，我们对南运阁的每件藏品都一一做了鉴定，全都是真品。南老，这对小碗看着不错，可否介绍一下？这对小碗是雍正五彩龙凤呈祥碗，是难得的极品。这对小碗以双钩填彩的技法绘画，保留康熙遗韵，但画工更加精细，落款字体工整秀气，挺拔有力。加之后来粉彩的兴起，五彩锐减，可以代表当时传统五彩技艺的巅峰，是清代窑彩瓷史的活化石，是件难得的极品。的确是个好东西，目测这对小碗起码价值700万往上啊！这对小碗我也是从我朋友那里淘来的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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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哼，南振华，你可真会演，不去当演员，真是有点屈才了。楚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再出言不逊的话，从这里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南振华，你刚才说这对小碗是雍正时期的，你确定？当然是真的。难道你在怀疑这对小碗的真假？这对五彩龙凤小碗是雍正的，我没意见。那你在质疑什么？就是因为这小碗是真的，这才说明你的人品有问题。你刚才说这对小碗是你花高价买来的，不如说是你连哄带骗，从这小姑娘手里骗来的。他怎么知道？看南振华这个表情，难不成真从小姑娘手里骗来的？就是啊，骗来的。南振华，你那天鉴定这对小碗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说是仿的？楚风，别在这里污蔑我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哼，污蔑，别说的自己好像很高尚。来，大家听听，这是什么？姑娘，你这对五彩龙凤小碗不对。我看你小姑娘不容易，留个联系方式，我帮你推荐给朋友，差不多能值10几万。快把他如意笔给抢过来！啊，这对小碗真是10几万买的？这是坑人呢，这是太不地道了，这也太不要脸了！真是。楚风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没有捡过漏吗？完全捡漏，这不行啊！你管这叫捡漏？人家求你鉴定，你欺骗人家姑娘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人家的救命钱，要是你正常估价，人家的爸爸就能救回来了。什么？南振华也太不是个东西了！真是不是个东西！南老，你欺骗人家女生，能详细谈谈你当时的想法吗？你觉得这样符合您的身份吗？南老，回答一下吧，南老。爷爷，先生您好，能对你做个采访吗？可以。请问你当时为何站出来替那位女卖家出头？因为南振华曾经设局害死我爷爷，导致我楚家的古玩店破产。居然还有这种事！谢谢楚先生的正义发言，回头我们会揭露南振华做局的内幕。好的，期待你们的新闻。楚风，你看新闻没有？南振华被抓了。真的吗？嗯。这种人就该关一辈子，省得出来祸害人。啊，还有南若曦，她现在作为南家带家人，欠了几10亿欠款，现在南家人人都想踩一下。我看啊，这个南家离破产也不远了。挺好的，本来都是些黑心钱。嗯，还有楚爷爷的事情也被澄清了。真的吗？嗯，有记者出来发声明了。本来有些人还不信，但是云庆忠老爷子出来证明了，说爷爷是被做局了。好，我要回去给爷爷上炷香，告诉他这件好事。嗯，爷爷，我终于为您报仇了。
当年的事已尘烟昭雪，再也没有人污蔑你。那些害你、害我们楚家的人，都已经自食恶果。如今的剑骨寨越来越好，我会带着您的遗愿走下去，凭良心做事，让剑骨寨成为全国第一的古玩店。不死不降不落魄，不困惑，不忍不装不说，不会因此将来